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人可能会说，看看美国股市创新高，失业率接近历史最低点，经济不是挺好的吗？但事实真的如此简单吗？让我们深入分析一下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说到全球经济，就不得不提到它的互联性。就拿制造业来说，中国占全球 28%， 美国 16%， 日本 7%， 德国 5%。 这4个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占比可能会略有变化，但总体格局基本固定。当我们环顾全球，会发现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德国已经陷入衰退，整个欧元区都在滑向衰退边缘。中国出现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通缩，日本已经确认进入衰退，英国同样陷入衰退。唯独美国经济看起来还不错，但问题是这种独善其身能持续多久？从贸易关系来看，这些经济体之间形成了复杂的网络。中国向日本出口，日本向中国出口，中国向德国出口，德国也向中国出口。美国虽然出口不少，但进口更多，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巨额贸易逆差。当德国、中国、日本、英国陷入衰退，必然会影响到他们对美国产品的需求，这意味着美国的出口会下降。有人可能会说，美国经济 70% 靠消费，出口下降的部分可以通过国内消费来补充。这种想法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并不现实。为什么？让我们拿美国的农产品出口举个例子。美国出口大量的玉米和家禽，如果中国等国家不买了，难道美国人能吃掉这些过剩的产品吗？恐怕不行，美国人的食量再大也是有限的。这些过剩产品只能降价销售，这会导致企业利润下降，最终拖累 GDP。 从供给端来看，情况可能更糟。美国确实出口不少，但进口更多。如果德国陷入衰退，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很多企业可能会破产。这些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美国消费品的供应商。虽然不至于出现末日般的场景，但供应链中断必然会影响美国的经济活动。有人可能还是不信，觉得标普500指数和失业率数据摆在那里，美国经济不可能衰退。这种观点站不住脚。看看日本，日经指数创历史新高，失业率低于 3%， 但已经陷入衰退。德国和英国也是类似情况，股市创新高，失业率很低，但同样陷入衰退。所以这些表面指标并不能说明问题。再来看看全球银行系统。2008年我们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 GFC， 为什么强调全球2个字？因为银行系统的互联性比实体经济更强。当时美国房地产市场崩盘，通过银行系统传导到了英国、德国、中国、日本等全球主要经济体。而现在，货币体系中的风险因素比2008年还要极端。国债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就像发动机里的机油。如果没有足够的机油，发动机就会卡死。全球银行网络也是如此，不管银行位于中国、新加坡还是开曼群岛，他们都依赖这个系统运作。当全球经济陷入衰退，银行系统的风险会上升，对国债的需求也会增加。但问题在于，美联储的政策可能会适得其反。在2008年之前，央行遇到经济问题主要是降息，但现在量化宽松 QE 已经成为标配工具。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2007年的400亿美元膨胀到现在的 3.5 万亿美元。当经济再次出现危机，美联储一定会推出新一轮 QE， 但这实际上是在从货币系统中抽走机油，国债反而可能加剧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辛格称这种现象为抵押品孤岛化。虽然 QE 创造了大量银行准备金，但很多银行无法直接使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即使那些能使用的银行获得了一些好处，整个系统的净效果可能是负面的，因为这些国债在整个网络中的作用被削弱了。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实体经济和货币系统相互影响，一个系统的崩溃必然导致另一个系统的崩溃。那么下一次危机会比2008年更严重吗？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我们只能分析概率。但从目前的情况看，系统中的风险确实比以往更大。历史规律告诉我们，危机往往是这样展开的：先是收益率曲线倒挂，然后恢复正常，接着美联储降息，最后问题爆发。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没人说得准。如果政府和美联储不采取任何行动，市场自行调整，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比2008年更严重的通缩性衰退。即便央行采取行动，效果也可能不尽如人意。每次危机，他们都会采取更激进的措施，但收效却越来越低。看看新冠疫情期间，他们推出了规模达4至5万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下一次可能需要投入8万亿美元才能产生类似效果。这种政策会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央行不得不维持资产价格，因为美国经济对资产价格的依赖程度比2008年还要高。在哥伦比亚麦德林，股市下跌 50% 可能都不会上新闻，因为很少人投资股市。但在美国，股市下跌 50% 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从2019年以来，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每次我回美国开会，都能看到明显的不同。街上的人像行尸走肉一样，无家可归和毒品问题越来越严重。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在下降，尽管名义工资上涨了，但跟不上通胀速度。当通胀终于开始回落，失业率又开始上升，总需求下降。因为价格下跌往往意味着经济在收缩。这个循环最终伤害的是穷人和中产阶级。但我们要明白，这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政府干预造成的经济扭曲。政府总是用更多干预来解决问题，这导致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不断上升。如果这个比例从 50% 上升到 60%、70%甚至 100%， 经济效率必然大幅下降，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减少，生活水平随之下降。解决之道在于收缩政府规模，回归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但这意味着要让破产机制发挥作用，让失败者承担后果。可惜的是，社会似乎已经不愿意接受这种阵痛。四代理论认为，这种周期最终往往以战争结束。这听起来很可怕，但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基于以上分析，我的投资组合是这样的：首先配置 10% 的黄金作为保险，这是底线。然后买入1年期国债，用国债利息购买看涨期权，在等待资产价格下跌的同时，保持一定上涨空间。我认为大宗商品正处于超级周期的早期阶段，虽然未来6个月价格可能下跌，但这正是建仓良机。一位在日本、互联网泡沫和金融危机中都赚得盆满钵满的对冲基金经理朋友告诉我，每10年左右会出现一次重大机会，每2-3年会有一次不错的机会。那些带来最高回报的投资往往是最难下手的。这话说得很对，投资就是这样一个需要耐心和勇气的游戏。当我们谈到政府干预政策时，不得不提到效率和后果的问题。每次危机，政府和央行的应对都更加激进。从最初的简单降息到量化宽松，再到全面救市，政策工具越来越极端。
疫情期间的经济刺激计划让2008年的救市措施看起来简直就像小打小闹。这种不断加码的政策带来了什么？首先是政府规模持续膨胀，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不断攀升，从 50% 到 60%， 再到 70%。 这意味着什么？就像一个公司，管理层规模越大，决策链条越长，效率就越低。同样道理，政府规模越大，经济效率就越低，最终导致商品和服务产出下降，生活水平随之降低。但更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导致了贫富差距的加剧。为什么？因为央行的政策本质上是在维持资产价格，有资产的人变得更富，而普通工薪阶层的购买力却在不断下降。他们的工资涨幅跟不上通货膨胀，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等到通胀终于开始回落，企业又开始裁员，失业率上升，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央行非要维持资产价格？因为美国经济对资产价格的依赖度比2008年时还要高，这种依赖带来了极大的脆弱性。而且现在的金融衍生品和复杂产品比2008年时还要多，系统性风险可能更高。说到风险，不得不提到国债市场。国债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就像机器里的润滑油。如果润滑油不足，整个机器就会出问题。但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经济下行会增加对国债的需求，另一方面央行的量化宽松却在减少市场上可用的国债。这是一个潜在的定时炸弹。通过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每个经济周期都有其特定模式。先是收益率曲线倒挂，然后回归正常，接着是降息，最后是危机爆发。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没人能准确预测。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个规律的存在，并做好准备。让我举个实际的例子。2012年房地产市场触底时，我在 Craigslist 上发招聘广告，时薪12美元就能在1小时内收到150份简历。到了2016年，同样的广告提高到15美元，3天可能只有1-2个人回应。这个例子说明了什么？经济周期确实在起作用，而且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首先，保持谨慎和耐心很重要。不要期待 V 型反弹，因为这次的复苏可能会更缓慢。其次，要对政策效果保持清醒认识。不要指望政府和央行能解决所有问题，他们的政策可能会产生新的问题。在投资策略上，我建议采取相对保守的方式。黄金应该占到投资组合的 10% 左右，这是一种保险。其次是购买短期国债，确保本金安全。然后可以用国债收益来购买期权，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保持一定的上涨空间。对于大宗商品，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超级周期的早期阶段。虽然短期内价格可能会因为经济下行而承压，但这恰恰可能创造很好的买入机会。记住，投资最重要的不是追求短期收益，而是要在合适的时机建仓。现在让我们看看大宗商品市场。我坚信我们正处在一个长期商品超级周期的早期阶段。就像其他一切一样，商品价格永远不会直线上升，总是像过山车一样起起落落。通货膨胀也是如此。未来6个月，如果出现经济衰退，我们很可能看到价格走低。但这正是建仓的好时机，特别是那些高股息的生产商股票。为什么要强调流动性？因为在等待收益率曲线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既有安全垫，又要保持对市场机会的把握能力。国债提供了稳定的收益，而用这些收益购买期权，则让我们能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参与可能的上涨。回到更宏观的层面，
为什么股市对美国经济如此重要？这反映了一个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股市涨跌 50% 可能不会引起太大关注，因为普通民众与股市的关联度很低。但在美国，股市已经深度绑定了整个经济体系。养老金、医疗保险、教育基金，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保障机制都与股市息息相关。这种高度依赖带来了系统性风险。想象一下，如果股市大跌 50% 会发生什么？不仅是富人资产缩水的问题，更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央行和政府如此重视资产价格。但这种保护也带来了道德风险，导致投资者更倾向于冒险，因为他们相信政府会出手相救。关于美联储的政策工具，现在的情况确实很微妙。以前经济出现问题，降息就够了，后来开始使用量化宽松，现在甚至考虑直接购买股票。但每次政策加码，效果似乎都在减弱。就像抗生素使用过度会产生耐药性，经济似乎也对这些刺激政策产生了免疫力。让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经济周期和投资机会。记得我那位对冲基金经理朋友说过，投资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识别机会，而在于有勇气在最恐慌的时候出手。就像2020年疫情时期、2008年金融危机或者更早的日本市场，最佳的投资机会总是出现在最令人恐惧的时刻。关于政府干预这个话题，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思考。当前的做法是用更多的政府干预来解决之前政府干预造成的问题。这就像用新的债务来偿还旧的债务，看似解决了眼前的困境，实际上是在累积更大的风险。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减弱，经济效率必然下降。阿根廷的例子值得关注。这个国家经历过严重的经济危机，但现在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很多美国人可能会对阿根廷产生误解，认为那是个落后的国家。实际上，特别是在中部地区，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生活方式，都与美国中西部非常相似。大量民众说英语，文化差异并不大。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即使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只要政策正确，国家依然可以重回正轨。现在让我们谈谈具体的投资策略。我强调将投资组合的 10% 配置在黄金上，这不是因为看好黄金价格上涨，而是将其作为一种保险。在动荡时期，黄金往往能提供避险作用。剩下的资金主要投资于短期国债，这样既能获得稳定收益，又保持了较高的流动性。为什么流动性如此重要？因为在经济衰退时期，最宝贵的就是现金。当其他人都在被迫卖出资产时，手握现金的人才能抓住机会。但仅仅持有现金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在合适的时机配置适当的杠杆。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用国债利息购买期权，这样既控制了风险，又保留了参与上涨的机会。但最重要的是要记住，投资不是赌博，不要期待一夜暴富，而是要着眼于长期价值的积累。正如巴菲特所说，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在别人恐惧时贪婪。这需要极大的心理定力，但往往能带来丰厚的回报。我们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经济周期飞如风向标，为我们指明了前方的风险和机遇。从全球经济数据来看，衰退的阴影正在逼近，这次可能比2008年带来更大的挑战。但危机从来都不是世界末日，而是新机遇的开始。2025至2026年可能会出现新一轮重大投资机会。现在最重要的是耐心等待，确保自己有足够的弹药来把握这些机会。记住那位资深对冲基金经理的话，最好的投资机会往往也是最难把握的。就像2012年房地产市场触底时，很多人因为恐惧而错过，
但那些勇敢出手的投资者获得了丰厚回报。具体操作建议如下：保持 10% 黄金配置作为基本保险，持有短期国债保证流动性，用部分收益参与期权市场，关注大宗商品生产商，保持耐心，等待市场合适的入场点，避免过度杠杆和冒险。最后要强调的是，经济衰退不意味着末日来临，它更像是经济的自然更新过程，尽管过程痛苦，但往往能为下一轮繁荣奠定基础。保持清醒的头脑、稳健的策略和充足的耐心，我们就能在这个周期中不仅生存下来，还能抓住新的发展机遇。现在不是恐慌的时候，而是该冷静思考和规划的时候。机会永远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让我们以史为鉴，用智慧和勇气迎接下一轮经济周期的挑战和机遇。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